阴阳街道第1集。3年前，那时候我上高2吧。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小镇，这四面八方都是田野，有一面是长江的支流湘江。在我们那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传说，我们那个小镇是个阴气很重的地方，以前遍布墓碑，也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遍布是别人的尸骨亡魂，基本我们那里每天都会死人，都会有葬礼。那天晚上，我和我的小伙伴还是一如既往的上完晚自习就去上网，因为是小镇嘛，这学校加网吧距离都挺近的。这反正晚上回家晚了，我爸妈他们也睡了，也不知道我几点才回家的。所以呢，我经常利用下晚自习以后的时间去上网。这那一天还是一如既往的去网吧，9点多下的晚自习，我们基本上都是玩个1-2个小时。那天晚上玩游戏就玩过头了，我们竟然上到了晚上11点多。他们家住在学校旁边，所以呢，我们出了网吧，那条街以后就分道扬镳了，走到不同的方向回家。这小镇里可不像大城市，到了晚上10点以后，路灯全都熄灭了，街坊邻居家的灯也基本上都熄灭了，可以说没有月亮的街道，10点过后能伸手不见五指。那天晚上，不知道是命运吃了什么屎，非要来捉弄我们，竟然起了深厚的浓雾，基本上距离2米以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这我当时并没有发现时间已经快到12点了。出了网吧，我就诧异的说，这今天什么情况啊？这周围的白雾一层一层的，压根儿看不到底啊。我同学就说，等一下你回家了可别被鬼抓了呀，哈哈哈哈，就让笑着就走了。我回头想打他，可他已经走进屋里了。那我呢也没多想，也向我家的位置走去。可是我发现每次走着走着，走到马路中间了，这可不行啊，今晚这么大的雾，要是有车过来都看不到我呀。可是不管我走多少次，都会走到马路中间，这一直来来回回的，真的很烦。我望向四周，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得到白雾。这条路我走了10多年了，基本闭着眼睛都能知道现在走到什么位置了。不知道是耳鸣还是我脑子有问题，我竟然听到了有人在叫我。我回头一看，一片白，啥也看不到，完全忘记了背后有人叫的时候不能回头。应该是刚才跟我分开的那个朋友在故意捉弄我吧。可是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完全没明白是怎么个情况，而且声音特别小，又像是挨着我耳朵说的。他说，我会在这里等你，你总有一天会来找我的。声音太小了，简直有点听不清。听到这样一句话，我第一件想到的是我一个学弟，他叫蒋阳。他跟我关系还是不错的，几年前他在河里游泳就淹死了。死前的一天我还帮他打架，他说明天请我吃饭，明天就死了。听到这个声音，我突然感觉他是不是要来请我吃饭了。我开始有点害怕，马上拿出手机放我最爱的 DJ，声音开到最大。大雨还在下，我心里好害怕，真的好害怕呀。我很想快一点跑到家，可是呢，我又害怕跑得太快会跑到马路中间去。
说不定这就是命运安排的一场车祸。我小心翼翼地拿着手机，边走边用手机的手电筒四处照着，嘴里不知不觉地跟着就唱了起来。哎呦，好像没那么害怕了。其实我那时候不相信世上有鬼，走着走着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时间点我应该早就到家了，看了看时间，已经是12点10分了。从网吧到我家楼下，照漫步的速度也就是5分钟就能到。这推算一下，刚才听到那声音到现在的时间好像是12点左右。人在害怕的时候就喜欢胡思乱想。那我现在在哪儿呢？我靠近街边的店铺，用手电筒照一下门面，不知不觉我竟然走过了头，这么远了。而且为什么拐了弯了我都没发现？过了我家以后会有个拐弯，然后再才是直道。我蹲下来，感觉有点委屈，有点想哭。其实那个时候我是特别胆小懦弱的，我有点接受不了当时发生的事儿，我就开始有点害怕。我想打电话给我爸，让他来接我，可是我感觉我爸比鬼更恐怖。想想还是算了吧，这么晚打电话给我爸，我爸会杀了我的。因为这雾太大，如果一直这样走，感觉永远到不了家。然后我就选择靠着街边的店铺走，走在这房檐底下，让自己倒是有了一些安全感，因为起码有一面我是能看清楚的，不像在马路边4个面都看不清。也许是时间已经过了，这雾慢慢的就散去了。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其实这人生啊，他喵的就是一部电影，只是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主角罢了。终于呢，我走到我家楼下的小巷道，周围全是楼房，把我们家围住的。有一面是个围墙，围墙后面是田野。那围墙很久了，上面有很多砖头都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围墙上有很多洞，可以看到后面的田野。站在巷子口，我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刚才雾没了，我就跑了过来。因为运动多了有点肾虚，我有点紧张。这街道上虽然可怕，但是是宽敞的，而且总有几户人家还有微弱的光芒。等我进了这个巷子，就真正的步入了黑暗了。我站在巷子口，往里面望去，完全就是黑洞，什么也看不到。我家在4楼，我最害怕的就是进这个巷子了。到了家楼下的院子，因为右面有一堵墙，每次路过我都感觉墙上破烂的缝隙里有一只眼睛在看着我。不如回网吧通宵算了。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那以后都别回来了。我皱了皱眉头，看看这黑洞，心想那在这浪费时间越多，我的危险就越多一份。早一点回家就放心了。行了，男子汉大豆腐，怕个螺丝啊，大不了跟鬼同归于尽，我也变成鬼。就为了给自己壮胆呢，我还是拿起手机放出了那个熟悉的歌，随手在地上就捡起了一块板砖。但是这想想，这板砖这有用吗？边走啊就边嘀咕起来，来呀，来搞我呀，我好久没杀人了。我也没杀过人呢。这按照平常人的做法，应该会拿手机光到处照，给自己寻找安慰吧。而我呢，恰恰相反，我就只敢照着我脚底下，因为我害怕有些东西啊，我看不到的就被我给踩到了。也许你身边就有一个你不该看的东西，如果你不拿光去照，你永远都看不到。
可是啊，往往命运总不会随着你的想法走，有些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因为害怕所以紧张，因为紧张所以不管听到任何小的声音都会虎躯一震的后退一步。可是下一秒我听到的声音它并不是小声，简直就在我的身边。砰的一声，感觉什么东西掉在我前面的1楼的防护网上。这个声音巨大，这么大的声音应该不是什么小东西，一定是个很重的东西。由于好奇心的缘故，我并没有第一时间逃跑，因为我认为是花瓶一类的东西从楼上滑下来了。从这个声音听起来，感觉东西掉到了防盗网上，又滑到地上。这我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梁咏琪给我的勇气，拿起手机就对准了防盗网看看是什么。可是这奇怪的事情啊，就是那么的奇怪，上边什么都没有，我就有些害怕了，身体颤抖，但是内心的好奇也越来越强大，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拿起手机在防盗网周围的地上四处找。我退了一步，我当时就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地上除了一包辣条包装还有纸屑，他喵的什么都没有。这不可能啊，刚才那么巨大的声音简直要捅破我的耳膜，这说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呢？这为什么呀？突然在这个时候就感觉脖子有点凉了，背后好像有人，我受不了了，我感觉要崩溃了，全身开始颤抖，我大叫一声就跑上楼了。脑子当时全是懵的，根本就没有任何心思去想事情。转眼跑到了4楼家门口，边摸索口袋边回头看楼梯上拐角处与拐角处。那拐角处与拐角处是什么？哎，你自己想吧。这嘴里不停的就惦念着，钥匙真的坚持不住了，钥匙找不到了，爸爸开门了，爸爸开门，救我！我的眼泪不争气的就流下来了，用尽了吃奶的劲儿，敲门，砰砰砰砰砰砰，终于门打开了。我高兴的望向爸爸，然而眼前并没有人。其实是我奶奶开的门，然后我爸妈就醒了，问我怎么了。我奶奶就抱着我的头安慰说：“啊，别哭了。”伸手对着我头哈气，嘴里念叨着：“啊，下猪别下狗什么的，哎，念什么的我忘了。”然后呢，我爸妈啊也不信我说的，还给我臭骂了一顿，说我晚上上网什么的。只有我奶奶信我，她告诉我，如果那时候别人叫我没有回头的话，就不会发生那么多事了。到现在我还记得奶奶说的那句话：鬼他只会吓唬害怕的人。乡村医院惊魂夜第1集。小可是个无业游民，23岁，找不到工作，整日闲逛。他的姐姐小莫是医院的一名医生，住在医院的宿舍里，自己住一个单间。小可有事没事就去医院找姐姐玩，一住就是10天甚至1-2个月。这次小可在家待着又无事可做，收拾东西又跑去医院去找小莫。小莫任职的医院不是很大，但是是整个乡里唯一的一家医院，10里8村的乡亲们有病都来这家医院。小莫在这里上班已经5-6年了，刚毕业就进了这家医院。小可带着东西找到姐姐的办公室去找姐姐，却发现姐姐没在。天也快要黑了，他就直奔着姐姐的宿舍去了。一路上没看到几个人，所有的病房都是黑黑的。奇怪了，今天这医院停电了吗？怎么连个灯都不开呀？小可边走边想，突然听到后面有细碎的脚步声，他猛地一回头，后面
走廊漆黑一片，什么都没有。小可顿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开始小跑起来，一路上气喘吁吁的，跑到宿舍楼上。整栋宿舍楼唯独姐姐那间宿舍亮着灯，其余全部是漆黑一片。小可的心里就毛了一下，这天刚黑怎么就全睡了？不管了，先找姐姐再说吧。到了姐姐宿舍前，他看门没关，就直接走了进去，发现姐姐愣愣地坐在电脑前。他喊了一声姐，放下包包。小莫直直地转过身，两眼无光，哦了一声，说：“小可你来了。”小可心里就奇怪了，今天怎么回事啊？怎么都怪怪的？姐姐也是。小可是个电脑迷，他看姐姐上床睡了，就坐在自己电脑前开始玩游戏。玩了一会儿，他转脸看了一眼床上的姐姐，发现姐姐瞪着双眼，直直地看着天花板，两手放在肚子上，好像在呼吸，又好像没有呼吸。小可蹑手蹑脚地走到姐姐跟前，晃了一下姐姐。姐姐直直地转过脸看了一眼小可，就说：“我先睡了，你也早点睡吧。”小可怔怔地嗯了一句，就转身继续去玩电脑去了。玩到12点多，小可有点困，房子里也有点冷，他倒了点水洗了个脚，关上灯就上床睡觉了。睡着睡着，小可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他猛地睁开眼睛，发现姐姐坐在床上，背对着他。小可吓了一大跳，大半夜的不睡觉坐着干嘛？小可也坐起身来，用手指戳了一下姐姐，发现姐姐的身体硬硬的。姐姐慢慢转过头，小可吓得用手捂住嘴巴。借着月光，小可看到姐姐脸上乌黑一片，头上没有头发，整个五官扭曲在一起，嘴里不停地往外冒着气。小可吓得抖抖嗖嗖的，摸着开关的灯打开灯，却发现姐姐好好的躺在床上。小可悄悄地用手放在姐姐的鼻子下试，姐姐呼吸均匀。小可拍了拍胸口，擦了擦脑袋的汗，刚才一定是幻觉。半夜3、4点的时候，小可突然想上厕所，他醒来却发现姐姐不在旁边，他就想这大半夜的人去哪儿了。可是小海肚子里翻江倒海，就是讨厌啊，不该吃那么多西瓜的。没办法，小可只好起床开灯，穿上衣服去楼下上厕所。这医院的厕所说起来叫人毛骨悚然，就在太平间的旁边。小可打着手电走到楼下，发现医院里好热闹，病房里昏黄的灯光一闪一闪的，床上也坐满了病人。小可从窗外看了一圈，所有的病人都坐在床上，直直的看着前面。他就想，奇怪了，这大半夜的怎么这么多人呢？来的时候也没见着这么多人。小可一溜小跑的跑到厕所，可是厕所前却放着一副玻璃棺材。小可没办法，只好贴着棺材绕进了厕所。他忍不住好奇，往棺材里瞄了一眼，顿时就妈呀一声。他看到姐姐睁着双眼躺在棺材里，小可吓坏了，拼命地拍着自己的脸，说这一定是幻觉，一定是幻觉。他揉了揉脸，再次往棺材里一看，发现是个老大爷。小可松了一口气，看来真的是幻觉。他拍了拍胸口，赶紧上了个厕所，出来的时候发现门口的棺材不见了，
这大半夜的，把个棺材挪来挪去的干什么呀？小可嘀咕着走回宿舍，走到病房前，突然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觉得背后有人在看着自己。小可怔怔的转过头，看到病房里的病人看着自己，突然所有人都咧嘴笑了起来，脸上的皮开始脱落，头皮也一层一层的往下掉。小可吓得腿发软，使劲揉着眼睛，嘴里默念这是幻觉，这是幻觉，然后慢慢的睁开眼睛，发现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大家都好好的坐在自己的病床上，小可拔腿就跑，今晚真是撞邪了。小可回到宿舍，发现姐姐躺在床上，他就问说：“姐，你刚才去哪儿了？”小可看着姐姐问，可是姐姐却好像睡熟了似的，根本就没有睁眼。小可也只好关上灯，继续睡了。睡梦中，他觉得有人掐自己的脖子，起先小可以为是做梦，可是窒息感让他从梦中醒来。他睁开眼睛，发现房间全是人，借着月光看不到脸，但是大家都直直的站着。小可吓得大叫一声，伸手去摇摇姐姐，却摸了个空。他转头一看，正对上姐姐那双僵直的眼睛。小莫张开嘴，好多蛆虫往外爬，小可吓得头发都立起来了。小可摸着从床上滚下来，打开灯，一个人都没有，就连姐姐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小可吓得不敢再睡了，他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口气喝完，然后打开电脑，打算上网，等姐姐回来再睡。小可开了电脑，却发现怎么也连不上网。他沮丧地坐在椅子上，突然发现电脑桌面前多了一个文件夹。小可好奇地点进去看，发现是一部恐怖片。小可平时最爱看恐怖片了，他赶紧点开。视频刚开始是一个小女孩，天刚黑，背着包包去医院找自己的姐姐，然后发现医院的所有灯都没开。小可心里咯噔一下，这场景在哪儿见过？突然他的心开始狂跳，这不就是自己吗？除了人物不一样，就连医院的走廊也一模一样。小可吓得赶紧拿鼠标关了视频，却怎么也关不掉，视频继续放。小可不想看了，但好像周围什么东西把他摁在椅子上，他脸上的汗就像雨下一样。小可战战兢兢地看着视频，视频里的小姑娘也瞪大眼睛，惊恐地看着视频。他俩目光相对，小可看到视频里的女孩椅子后面站了好多人，那些人就像烧焦了一样，使劲按着那个女孩。小可吓得尖叫一声，慢慢的转过头看向后面，自己后面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视频突然自己关掉了，电脑也吱的一声就黑屏了。小可立刻从椅子上弹了起来，没再感觉到有人拽自己。他打开宿舍门，外面一片漆黑。不管了，小可撒开腿就开始往医院大门跑去。一路上他不知道踩到什么东西，感觉软绵绵的。跑着跑着，突然天上飘起了雪花。小可停下脚步，大夏天的怎么会下雪呢？他用手接住雪花一看，哪里是什么雪花呀，全是灰烬。小可崩溃了，他转头看看后面医院一片火海，所有的人在火海里尖叫着逃跑，火光冲天。他看到姐姐也在火海里面挣扎，他也冲进火海想救姐姐，可是他一靠近，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医院大楼依旧被淹没在一片黑暗中，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小可吓得坐在地上，面无表情。他突然像发现什么似的，赶紧爬起来，横冲直撞的跑到医院大门口，摇了摇大门，又绝望了。医院大门紧紧的锁着，小可喘着粗气，看着后面漆黑一片，一定要逃出去。他转身抓着医院大门就开始往上爬，爬到一半，小可的脚突然被人抓住了。他吓得不敢回头，用另一只脚踹了一下抓自己的那只手，开始加速往上爬。等翻过铁墙，小可才回头看了一眼，铁墙的那边好多烧焦的尸体四处堆放，医院已经是一片灰烬了。小可擦了擦眼泪，转身朝着自己家的方向狂奔，一路上周围一片漆黑，小可不敢回头。跑着跑着，小可突然感觉后面有个脚步声跟着自己，他渐渐放慢步子，后面的人也慢了下来，他吓得浑身一抖，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敢回头，一直跑，心里默念着，放开脚步又开始跑。后面的人看他跑也跟着跑，小可崩溃了，就像是电影的女主逃生一样。每次看到这样的情节，小可就会笑话女生胆小，没想到落到自己身上。小可发誓以后再也不敢笑话别人胆小了。小可跑着跑着，慢慢的跑不动了，脚步慢了下来。后面的脚步这次却没有慢下来，一直跑到小可的左边。小可慢慢转头看了一眼，发现是姐姐，她松了一口气。姐姐呆呆地看着前面，脚步和小可保持一致。小可这会儿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她只是和姐姐并肩地跑着。小可跑着跑着累了，失去了知觉，迷迷糊糊中，她看到姐姐咧着嘴对她笑，她也笑了一下，然后就彻底晕过去了。等到小可再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睡在家门口，天已经亮了。他看着自己的衣服，上面全是灰色的手印。他回想起昨晚是姐姐一直陪着自己跑回来的，看了一眼周围，没有看到姐姐。小可突然像疯了一样冲到家，发现父母在抱头痛哭。小可想去叫父母，却发现父母好像根本听不见自己一样。他去拽母亲，手一碰到母亲，却从母亲的身体里穿了过去。小可不敢置信地看着母亲，却发现父母抱着自己的照片在哭。难道自己死了？小可心里想着，突然背后一阵阴凉，他转头一看，姐姐和好多人对着他笑，他们的脸上的脸皮开始脱落。小可转身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上的皮也开始脱落。山魈第1集。上2个年代，在南方的乡下村里，燃气尚未普及，大多数人家1天3餐的饮炊只能靠柴火了。所以山区百姓等庄稼种下，便要在腰间里别了把磨得雪亮的弯钩砍柴刀，赶出一只漆炭般的黝黑的大水牛往山里走。这柴少人多，村庄附近的小山丘早已经被村民剃得光溜溜，长草不剩一根，短草被牛连根刨起。村民们只得早早的起床，用这小竹篮带些稀饭，结伴2、3人往深山里走。到太阳下山，天蒙蒙黑，才打了几大把灌木柴归来。深山老乔木高大，灌木连片，树下腐叶间常有不知名的虫蛇穿梭。这树顶上粗大的青藤
结树盘枝，常常连成一大片天然的帐篷，遮天蔽日。人们走在这山间，见到哀鸟幽谈，人迹罕至。再胆大的粗莽的汉子，这时也得小心翼翼的。对于这样神秘的深山，村民的口中从来不乏故事，其中传言最广的便是山魈的故事。说是那年7月，一个王姓小山村，人们刚把田里的稻谷收割完毕，老天爷便接连无数日的飘起了绵绵阴雨。雨虽不大，上山砍柴却不成。王村王老汉只得把磨得雪亮的砍柴刀放好了，坐在门口眼巴巴的等着天空放晴。谁知道啊，这半个月将要过去，这阴雨还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眼看着家里的最后一把半干湿的稻草苗要烧完，老伴一边骂咧着这挨千刀的不让人活的天公，一边寻寻觅觅的找来烂得不像样的竹篾编成的鸡笼以备柴火。王老汉呢，再也坐不住了。这天早上，他把挂在墙上的大草帽摘下来，往头上一按，腰间别上柴刀，便叫上2、3个邻人上山。邻居看看这飘洒的细雨，就说：“哎呀，还是再等几天吧，说不定明天就天晴了，也不急在这一时。若是你家呀真急着用柴，先在我这里借些柴火去用用吧。”眼见结伴不成，王老汉只好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来，喝了大半杯米酒，便叫老伴儿装些许稀饭，挎上砍柴刀，便再次出门了。山路滑腻，王老汉虽然身体强壮，却也走了许多时，才到达这薄雾冥冥的山口。王老汉回过头来，村庄早已经被几座小山隐没，只剩下来时的一条小路在山间隐隐蔓延。山间除了雨滴从叶间滑落的声音，便是几声长尾鸟的哀鸣。王老汉故意咳嗽一声，打破这死寂，便用鼓起了几条青筋的大手，提着刀钻进了树丛中，循着几株不高不矮的灌木砍去。于是山间又多了一道砍刀与树木相撞的霍霍的声音。王老汉沿着山腰的青藤茂林爬去，生柴积攒的越来越多，他砍得兴起，早些时喝的米酒也越发来劲儿，大汗淋漓，哪还有来时的犹豫与不安呢？王老汉甚至感觉到了劳动是欢乐的，他高兴地砍下几段细生藤，把生柴捆好，便吹着口哨，脱开被大汗与雨滴浸渍的上衣，坐在柴捆上，揭开装着稀饭的小竹篮子，准备用过午餐后再砍一捆木柴，便可以回家了。正当老汉牙筋凸起，咬着萝卜干喝着稀饭的时候，树顶上却突然掉下来一个小野果，啪的一声，正中王老汉的小竹篮。王老汉把那指头般大小的野果捏起来一看，青黄的果皮上赫然一个深深的新鲜的半月牙指印。王老汉吃了一惊，抬头瞪大眼睛细细的看着树顶，树顶枝叶茂繁，不见任何动物，却也不见任何果子。农村有种说法，就是正午不要在山上摘野果，特别是不要摘那些留有指甲印或者牙齿痕的野果，因为那是山中不受香火供奉的野鬼做了符号的果子。凡是有符号标志的果子，便属于山鬼的贡品，生人不能抢摘，否则会招来厄运的。
不管这说法是真是假，王老汉都不敢大意，宁可信其有，向着神秘的大自然求个平安也好。他毕恭毕敬的把留有指甲印的野果放在草丛中的一个石板上，正要合掌祷告，树林里突然撒来一把沙子，打在这茂盛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王老汉摸着掉落在嘴边的沙粒，大惊，一个趔趄坐在草丛上。竹篮子被碰倒，剩下的稀饭也洒落一地。也许是某个顽童的恶作剧吧，王老汉爬起来稍稍定神，壮着胆子向四周喊了一声：“谁？”想不到这一吼，树林深处还真有一个回应的声音。这声音像母牛临产时的厚重喘息声，又像是一个老人临死前干瘪的带着浓痰的呼气声。王老汉顿时觉得全身一阵寒冷，汗毛直竖，立刻拾起地上的弯钩柴刀，背起一大捆生木柴，便往山下走去。刚迈出步子，背后又沙沙的撒来一把沙子，那喘息声仿佛就在耳畔，像有人趴在王老汉的肩上直吹冷气，背上的木柴好像也重了许多。王老汉一阵慌乱，吊在草丛上的大草帽也忘了拾起来，连滚带爬的沿着下山的小径跑下，还没有跑出几步，便总觉得背后有人一直盯着自己。背上的柴捆似乎更重了，王老汉心里又是一阵寒意，惊恐地回过头来。那本来掉落在草丛中的大草帽，此时正稳稳地盖在背上的柴木上，微微翘起的帽檐下隐隐露出一双浑浊的没有睫毛的眼睛，看不到脸，只感觉那眼睛冷得如死水。王老汉妈呀一声大叫，飞快地把柴捆扔下，大草帽翻滚着滚到一边，帽下却空无一物。难道是错觉？王老汉不禁捏了一下自己的手背，痛！他拔落头发，身上的沙粒，坚信刚刚看到的那双浑浊的眼睛不是错觉。他鼓起勇气翻动了一下从背上扔下的柴捆，柴捆完好，也不见有什么异物。此地不宜久留，王老汉把柴捆往肩上一扛，草帽也不要了，只快速地往山下赶去。才赶出一小段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喘息声又在耳畔响起，肩上的柴捆再次沉重起来。王老汉继而生怒，他呸的吼叫一声，硬是把沉重的生柴甩开2丈远，从腰间抽出了弯刀，平日里的蛮劲儿也发作了。其人也忒深。四野一片死寂，只有雨丝交织而成的迷雾越来越浓，空气温度骤降，山路在这迷雾中渐渐的隐没。王老汉提着刀口雪亮的弯钩柴刀，凭感觉沿着脚下的泥路一阵横冲直撞，却怎么也撞不出这片有如白影的迷雾。山鬼打墙，王老汉顿时慌了。他听人说过，正午过后人间阳气衰减，阴气渐盛，特别是这阴雨天，山间林木众多，难见天日，阴气更盛。山中鬼怪因平日里没有香火供奉，怨气难平，此时总会找一些走霉运的人来折磨一番。被折磨致死的人在惊恐无助中死去，最终也带了浓重的怨气。山鬼便以这些怨气为食，以喂鬼徒。王老汉以前只当是这些用来吓唬小孩的无稽之谈，如今碰上了，不由得他也信了。王老汉慌乱地挥动着弯刀，漫无目的的只顾着沿路奔跑，冷汗飙洒，只感觉步子越来越沉重，路途却看不见尽头，归路茫茫，
他无助地坐在小径的草丛上，四下观望，还是来时的路和景，却也怎么走不到山口了。他早已看见了那不时站定在隐雾迷雾深处的白色身影，只是看不清那身影的面目，但分明能感觉到那身影投过来的冷冷的等待着什么的目光。只是人到绝处，王老汉已经不再惧怕了，难道就这样等死吗？家里那个唠叨的女人没柴生饭呢，他仿佛看到了骂骂咧咧的老伴儿与嬉闹着的孩子们拆散破烂的鸡笼来生火的情景。想到这儿，这粗犷淳朴的男人突然豁的一下站起来，求生的本能顿时给了他巨大的力量。他突然想到村中庙祝老爷说过，鬼物比人更怕脏，比如男女之间某些肮脏龌龊的行为，又比如某些不堪入耳的脏话。王老汉一阵机灵，挥舞着弯刀立刻大骂起来，边骂边沿着山路奔跑，开始是假装大骂，后来想到这不让人活的老天爷下了半个月的雨，致使自己如今的困境，心中火苗渐起，慢慢的真的愤怒起来，扯开喉咙骂了起来。后来又想到上个月家中那一群养了将近1年的大公鸡全部在夜里被盗，致使老伴流了3天泪，自己失眠4夜，顿时怒火大旺，头发直竖，歇斯底里的骂声不绝，从动物骂到植物，从天体骂到人体，内容越来越肮脏，大有把人骂至肝胆俱裂之境。手中的弯刀也挥舞得越来越孔武有力，山间霎时有如人声鼎沸，不知情况的人还以为是一群毒辣的长舌妇在骂战。山间一时阳气渐盛，迷雾与白影也淡了许多，远处的山口渐渐隐现。待王老汉痛骂着走出山口，雨丝依然在下，天空却比山中空明了许多。他喘息未定地回过头来，山中依然迷雾缭绕，却不见了白色的影子。总算是走出来了，却可惜自己一顶大草帽和一大把生柴了。但王老汉光着一只脚，拖着虚脱的沉重躯体回到村里，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见王老汉脸色苍白，须发皆乱，上山一整天只别了一把砍柴刀，空手归来。邻居们都围过来问其缘由，王老汉呢什么也没说，只吩咐老伴儿到村中庙祝老爷那里要来了一条黄符，烧成黑灰化水喝下去。待雨天终于过去，晴空万里，王老汉邀上几个常常上山砍柴的大汉，办了3声，带上纸钱，到帽子遗落的地方进行了祭拜。草人咒第1集。我们的小村子地处西南一带偏远的山区，山高水远，交通非常的不便，公路不通，财路也就不通，所以村子里的年轻人不得不跋山涉水，越过关山，远走他乡，以求发展。山里走出去的小伙子踏实勤劳，这些年倒是赚了一些钱。每逢春节，他们便细心打扮一番，衣着光鲜的转好几趟车，又再次跋山涉水的越过繁华的都市，回到村子里来。然而既不属于都市，又不为村庄所熟悉的他们，却是孤独的。衡山绝岭成为他们娶妻生子的最大障碍。山里年轻女子外出工作一去不返，山外年轻女子通常不愿往山里跑，所以村庄里的男子们大多晚婚晚育，甚至一生都不婚不育。村子里有一个叫王福的汉子也不例外。这个强壮如牛，木讷如鸡的汉子，年轻的时候外出修筑铁路，直到40岁
才从湖南山乡带了一个瞎了一只眼的女人回来。这女人30来岁，个子矮小，头上总爱包着一块碎花大布，瞎着的那只眼永远是闭着，另一只眼睛鱼尾纹已经皱紧，走起路来悄无声息。王福笑咧咧地领着他回到村那一天，吓哭了邻居家的2个小孩。也许是因为语言不通，这女人自打进村以后就极少出门，平时就用一块黑布门帘遮在门外，只有当王福逢年过节从外地回来，才见他打开门抓一只小母鸡在井边拔毛。于是村中的老妇女们对这个形象不佳而又不合群的神秘女人议论纷纷了。有的说一个什么货色，这都1年多了，屁都不见打一个，看来是不能生养了。那傻子王福却也把他当宝贝一样哄在家里。另一个说，是啊，这话也不多一个，阴沉沉的，怕是见不得光，怪吓人的。我还听说那老妇人神秘兮兮的转着眼珠子扫了一圈，像是怕人听见，抿着他那鸡屁股似的干嘴巴，压低声音就说我还听说呀，那女人挺邪门的，会写小术。过节那会儿，王福吃饭被鱼刺梗得半死，那女人也就画一条黄符烧成灰，泡了水让王福喝下，当即就好了。他就说当真这么神奇吗？你也看到了？这老妇人说，倒是没亲眼看到，只是听我们家老爷子说起过。但不管如何，那女人还是少亲近为好。然后接着旁边人说，阿姨，人家就关了门了剩下那单只眼睛一闭，还不屑于你亲累。这年的春天，邻居家的汉子从外地带回来一笔钱，把自家老屋一拆，便要建房子。2家宅基地之间本来有一块属于王福家的菜园子，而邻家建新房子挖地基的时候，或许是欺负王福老师，硬是把这菜园子占去了一半。邻居汉子见王福家的女人也不出来哭闹，只有王福那须发洁白的老妇陪坐在园子边嘶哑的哭骂着，便放心的开工了。等王福收到消息从外地回来，邻居家新房子的半壁墙早已垒得半天高了。看着被占去的半片菜园和气得病倒在床上的老妇，王福便没有了那种让他3尺又何妨的大气，只愤愤地过来要与邻人论理。邻居大汉听王福硬直着脖子结结巴巴地说家父气晕，祖宅绝对不能让之类的话，便笑嘻嘻地说，半边墙壁都建起来了，你还要咋的？王福干瞪着眼睛看着这建在自家菜园子的墙基，无奈地说，可以把墙拆了，还我家宅基地。这邻居大汉握着砌砖的工具刀，站直了腰板说，这祖上的事儿谁能说清楚呢？说不定以前这菜园子也是我家的份儿呢。拆墙是行不了的，明天我叫人家长毛人，就是乡村里边丈夫对妻子的统称提几篮子鸡蛋去你老爷子床前宽慰一番，好叫他老人家也别太气着。若是他老人家实在较真儿，那就用我家山里那几棵树换你家的菜园子。王福也知道深山那几棵枯藤缠绕半死不活的老果树要来没有用，这邻居汉子明摆着是要强占大便宜了，却也不好再说什么。正在王福踌躇之际，王福老屋的院子的竹山栅门一声吱呀打开了。那个单眼女人包着一个花布头巾，脚下一双灰黑的皂布鞋，就这样轻飘飘地走过来。这工地里头众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只是直直地看着这个极少亮相在白日里的怪异女人。那女人站在王福的身边，冰冷着脸，
忽然嘴角往上一弯，形成一个僵硬的微笑，用生硬的夹杂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的话语对邻居大汉低低的说着：家里只缺些布料，你家有没有一些不穿的旧衣服或者旧布料，拿来交换吧。邻居大汉呆了大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这王家女人只是想要用这菜地换些旧布料而已。邻人大喜，笑哈哈的看着王福，又看看这女子，只当王福这木讷男人平时极少给自家女人买衣服，当即爽快的就答应了，说别说旧的了，新的都还有，我回去收拾一番，等会儿就给你家送过去。王福满腹惊疑的看着自家女人，又看看被占去一半的菜地，觉得还是自家大亏。女人只拉着王福的手说：回去吧，布料更实在。不一会儿，邻居大汉还真把一个大木箱的布料给送了过来。半新半旧的邻家男女曾经穿过的衣物，有褪了色的大布料。王福正在发愁如何把这笔荒唐交易告知那可怜的老父亲时，女人就开口了，就说：你莫担心，你去告诉公公，最多1年，邻居自会把菜园子甚至更多的土地还给咱家了。王福正要疑问，女人定定的看着眼前的旧衣物，就说：你莫要多问，等着就是。王福只得半信半疑的将这话拿去宽慰病床上的老妇了。邻人占了大便宜，怕王家会反悔，便一路凯歌的加进了建房公事。不到半年时间，这2层土砖小楼就建起来了。因为老屋已拆，邻人在工地旁搭了个小棚子住着。这时小楼已经建好，便高兴的把小楼简单的装修一番，置办了3牲拜了神，简单的摆了几桌进宅酒席。这4口之家便迫不及待的搬进了新屋了。怪事儿便是从搬进新屋那晚开始了。话说这4口之家那晚关灯睡下不久，新屋厨房里的灯突然啪的一声就亮了。邻居大汉只当是新房子刚拉的电线还没有装稳妥当，便极不情愿地掀开被子起来，赤脚向着厨房走去。刚走到厨房门口，睡眼朦胧的便看见妻子背对着自己站在灶台边上。大汉嚷嚷道：这大半夜的也不睡觉啊，还有什么好忙的？伸手要去拍妻子的肩膀，这时意识里突然一个机灵，不对呀，我家女人刚才还睡在床上，没有跟着起来呀，那么眼前这个女人是？大汉心里一惊，胸口那撮黑毛顿时都收了起来，赶紧把手缩回来，退后一步，定睛看着眼前穿着的正是自家妻子的碎花旧衣服，头发像干枯的稻草一样在后边扎着，背影臃肿。此时正转过脸来，这哪是一张脸呢？只是用黑布包裹成脸，上面画了几个白色的圆圈做嘴和眼而已。那白色的嘴弯弯，异常的诡异。邻居大汉冷汗直冒，正要跑出厨房来，奈何双脚一个交叉，直直的倒向了厨房的背门。那门轰的一声关上，厨房里的灯也跟着一下子关了。黑暗中只有一个咯咯咯怪笑的声音。妻子在房间里听到厨房里传来的巨大声响，转眼不见了丈夫，于是打开所有的灯，唤着丈夫的名字向厨房走来。只见崭新的厨房木门紧闭着，里面突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妻子又紧张地唤了一声丈夫的名字，不见人应，只得找来一根短棍提在手上，鼓起勇气慢慢地推开了厨房门。只见自家那平时强壮如山的大汉，半边脸抽搐倒在门角，大眼泛白，死死地盯向灶台，歪斜着嘴角，口水直流，像被打的小狗一样，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
妻子又惊又急，抱起丈夫入怀，大声呼喊着丈夫的名字。丈夫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灶台。妻子循着丈夫的目光望过去，灶台上除了半揭开着的锅盖和半锅白天吃剩下的糖粥，别无其他。难道是丈夫半夜饿着，正要吃些糖粥时就中了邪了？我可怜的男人呢！妻子满脸泪痕，收缩着颤抖的嘴角哭泣着，正要伸手去盖好锅盖，却惊奇地发现那半锅糖粥里面不知何时掉进了许多枯黄的稻秸。第二天早上，村民听说这4口之家刚搬进新屋，便出了邪门的事儿，都传言这刚建起的小楼是凶宅，住不得人了。此时邻家大汉同族的兄弟正围在大汉床边商量对策，只见大汉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眼睛睁着好久才会眨一下，嘴巴紧闭。床边他的女人和2个4、5岁的孩子在哭哭啼啼的。女人对自家宗族老人悲泣着说，早知道这么倒霉事儿，不建这房子也就罢了，这建房子欠下了几万块钱的债，2个孩子又小，我一个女人能怎么办呢？众亲友也悲悯起来，安慰道，是病就能治，现在还是送山外医院要紧的。等几个同族兄弟跋山涉水把大汉送到镇上的医院，已经是晌午时分了。医院给出了一个结论，脑中风，住院治疗。同族的亲友轮流在医院照顾了邻居大汉半个月，眼见着借来的钱已经在医院花光，大汉病情虽然已经稳定，却也不见好转，依然不能下地走路，口中也还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邻家女人在医院，心却无比牵挂已经托给山里的亲戚家带着的2个小孩，于是快速办理了出院手续，只根据医生的叮嘱买了一堆药，把大汉接回家了。邻居家女人开新屋大门，与同族几个亲友扛着大汉，正要走进屋，抬头便见王福家的黑门帘掀起了一角，一个淡淡的女人身影正站在这边看着。邻居女人这心生火气，低声骂道，这无情无义的一家只会在暗处看热闹，见邻居家出了事也不照应一番，好像他们家就不会有厄运这般。为丈夫铺好了床，亲戚呢也把2个小孩送了回来。邻家女人吩咐2个小孩帮大汉挠挠背，自己便到厨房去做晚饭了。待饭菜上桌，天色朦胧，将要黑下来，女人往房间里一转，只见丈夫在床上熟睡，2个小孩却不知去向。正要喊孩子的名字，却听到门前院子里传来孩子的嬉闹的声音。女子往院子里一看，暮色中4个一般大小的孩子正在开心地玩着游戏，不时地发出嘻嘻咯咯的欢笑声。女人在暮色中也看不清是哪家的孩子，只走近了，呼叫自家2个孩子回家吃饭。孩子们呢，只顾着玩，却也不应。女人无奈，只得亲昵地骂了一声，这来捣蛋的小祖宗，然后过来拉着其中2个小孩的手，这一手软嫩柔滑，一手却粗糙，如抓在稻草堆上。女人低头靠近认真一看，左手的正是自家孩子，而右手的是一个穿着自家孩子旧衣服的别家孩子。暮色中，这别家孩子正抬头傻傻地看着女人，这女子一边惊疑这是哪家的穷孩子捡了自家孩子的衣服，一边拿起右手中粗糙异常的小手来看。
黑色衣袖里包裹着的，这哪是人手啊？只是一个用干枯草扎成的小手臂而已。女人一惊，本能的把小手用力的甩开，不想这一甩，竟把这小孩轻飘飘的甩出了大几米远。手指间竟还扯下来几条长长的干枯稻秸。稻草人跟自家孩子一起玩游戏的竟然是稻草人。女人惊惧地望向近处的2个小孩，试着喊了一声自家孩子的名字，那2个孩子却一起应了起来，然后迈着奇怪的步子向女人走过来。女人惊惧万分，惊悚地尖叫着：“快来人呐，救命啊！”这一喊，附近正吃晚饭的人家打开了院子里的灯，向这儿看过来，有几个男人手已经提着农具冲了过来。见有人来，其中2个小孩便咯咯咯地笑着转入院子暗处，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2个小孩猛猛地站在院子中间。女人慌忙地爬起来，打开门前的灯，见到自家2个孩子正呆呆地站着，赶紧抱起来查看全身。只见2个小孩的衣服上、头发上都夹杂着稻草屑，手心像做了一个黑色的记号一样，一大块。那晚起，2个小孩便不停地开始发起高烧，说胡话了。眼见自家从搬进新宅子以后，丈夫卧病在床，如今2个小的又高烧难退，难道自己家撞邪了？邻家的女人啼哭道：“我家到底欠了谁的呢？竟然要赶尽杀绝！天公，你有眼也为我做做主吧！”这女人在院子里呼天抢地的大哭着。附近几个婆娘走过来，一同流泪劝慰：“医生是用不着了，我看还是请南村的花婆问问吧，或许你家男人进宅子那天犯了神。”当人走投无路，对现实绝望至极的时候，也只能相信这神鬼莫测的鬼神了。于是女人按照惯例带上100米3斗抹了朱砂的小母鸡一个，100元大钞一张，急急忙忙的到更深的山村请来花婆。午饭过后，一个清瘦明目、一袭天蓝花衣、头上稀疏的扎了个稻谷小髻的小老太太便来到门前。女人像遇到救星一般，急急引老太婆进房间，看了躺在床上的一家3口，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进宅子以后的种种怪异之事。特别是讲到前天傍晚甩出一个稻草人做成的小孩，手中上留有几根稻节的事情。女人不禁再次竖起汗毛。老太婆只是若有所思地听着，摸了摸2个小孩留有黑块的小手掌，又翻开大汉的眼皮查看一番，就问道：“说那留下的几根稻节尚在否？”女人2个手掌重重一拍，悔恨道：“没有留下，那天心里害怕，就拿到大路边用火烧了。”花婆又问：“你说这些邪物都穿着你家的旧衣裳，看得真切了？”那女子就说：“那是100个真切，自家孩子穿过的衣服怎么会忘了？”花婆不再问，只是用清水洗了1遍手，等吉时已到，便在厅堂中摆了一些供果，点着3炷香，插上1面小黄旗，闭目冥思一阵，起身在屋里四处走走看看停停。当他走进厨房时，脚步却突然停下来了，面露喜色说：“原来在这里。”脚步却突然停下来了，面露喜色说：“原来在这里。”只见花婆深蹲下去，在灶台下多出的一个极其不明显的阴暗角落里，拨开一些平时不用的落满灰尘的瓶瓶罐罐，摸出3个巴掌大小的小人儿。
只见这3个小人有一些旧的衣服布料包裹成五体，布料下露出整齐的干枯的稻草，头部用白色的小圆圈画成的嘴眼，此时正空洞洞的盯着所有人。女人大骇，想必那晚倒在厨房门的角落的丈夫也确实撞到了这鬼祟之物。花婆拿出几根红线，把3个小人给捆缚住，又把小人翻在手掌中细细看了一番，发现每个小人的背后都用毛笔画着一些请鬼用的复杂的图案。很明显，这些小人是做请鬼媒介，用来害人的了。而穿在小人身上的衣服布料，因为还遗留有这家人活在阳间的生命气息，被人故意捡来做了法。这家人也接连遭了殃了。再迟些日子，待这些鬼祟完全占据这家人活在阳间的运数，这家人也会因病缠身，走向灭绝了。也不知道是哪家鬼婆如此歹毒，若不是仇敌，也不至如此置人于死地。花婆就问道：你家近来可得罪过哪些人？这些旧衣服可曾被人捡了去？女人记得前几个月还在忙着建房的某天，丈夫高兴地回到临时搭建的小竹棚里，捡拾了一堆旧衣服和旧布料，送给邻居王夫家了，说是邻家妻子要用半块菜园子来换些布料。后来王夫与他爹也就真的不来闹了，两家相安无事，女人呢便渐渐忘记了这事儿了。此时女人听花婆询问，联想起这鬼祟所穿的自家的旧衣服，突然间就想起此事来，又是2个手掌重重一拍，就悔道：哎呀，记得就是那家女人要了我家的旧衣服，早知道这单眼女人如此毒辣，当初也千不该万不该占这半寸菜地的便宜了。说完以后，他恨恨指着对面的王福家。王福此时还在外地工作未回，只一个单眼女人挂着黑布门帘住着。花婆向王福家望去，感觉那屋里屋外一片阴沉，黑布帘下隐约有目光向这边投来。花婆心想，懂得如此做法的女人，看来也不是好相遇的货色，斗法也只会使两家两败俱伤，甚至两家成为难以化解的世仇。不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何解为妙？花婆正要劝说女人静下心来，和自己到王家去交涉，女人却左右奔走，叫来同族老少一起嚷着要趁王福不在家闯进王家，去抓单眼皮女人。花婆就劝解众人说，首先是霸占菜地有错在先，理亏；其次这女人不简单，冤冤相斗，永无宁日，人亏。这众人中有人就喊，那就报个警，我们不去惹，让公家人来抓，这一家3口差点没命，要立大罪。其实众人都明白，这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即使报了警，警察进山要大半天的。这单眼女人因事败露，可能早就走了。即使这单眼女人没走，又有什么理由抓人呢？难道跟警察说这汉子脑中风，孩子发烧是这单眼女人指使鬼怪来害的？有些东西是难以找到具体的科学证据的。女人细想一番，最终还是听从了花婆的建议，与几位同宗老者一起到王福家，找来那单眼女人来和商了。众人在门外黑帘处叫了半天，也不见人出来，花婆只得带着女人轻轻地揭开这王福家的门帘，竟然没有门。屋里一阵尸暗霉味儿，屋厅家具不多，也就一张吃饭的桌子
和几张长凳。房间3个竟然也没有门，只用按旧的花布遮着。看来这女人是恋不狂了。众人在屋里叫了好几声，依旧没有人应，于是掀开房帘，一房放着古物，一房摆着木床和红框小镜子。当走到厅堂最远角落的最后一房时，打开门帘后竟然有一扇锁着的木门。众人更好奇了，敲了几下房门，屋里却一点响声也没有。于是花婆就说：“妹子啊，在里面吗？我们来交还土地给你了。”这里边一点声响也没有。几个粗鲁的男人耐不住性子，出院子找来一把农具，不听劝阻，硬是把房门给撬开。里面只有一张椅子，一张桌子，旁边放着一小捆长长的干枯稻草。桌子上面几支纤细的毛笔和一叠打翻了发出恶臭的黑色不明液体。桌子下面一堆被剪碎的旧衣服，地上还有一个没有完工的稻草小人。众人是又惊又气，转到院子背后王福那老父亲的偏屋里来寻那单眼女人。偏屋里只有王福那耳聋的老妇一人不明所以的看着大家，哪里还有单眼女人的影子？当王福听闻老婆失踪的消息，急急忙忙从远方赶回来，家里只有一个老妇了。邻居已经用新房旁边的另一块比菜园更大的多的土地换给了王福。林家从此无事，病倒床上的3口人也渐渐有了气色。然而这个年过40好不容易娶到妻子的山里的木讷汉子，也许从此要不婚不育了。若无妻儿，何以土地？王福往湖南山乡寻了好几年那个单眼女人，山乡却说女人从来没有回来过。回想起这个会在井边拨毛杀鸡迎接风雪远归的女子，王福也只能黯然流泪，夜夜兴叹了。乡里人只把这个来也神秘去也神秘的单眼女人当做一个故事，在井边树下传说了，仿佛她不曾存在一样。深夜唱戏人。我老家以前有个电影院，坐落在小村庄里，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90几年的时候突然就荒废了，之后一直空着。之所以会荒废，是和一个女人有关。那女人是一个唱黄梅戏的女人，不知道是哪一年了，电影院和安庆一个戏班子签了合同，要在我们这儿搭戏台唱半个月的黄梅戏。戏班子来的那天，小镇里格外热闹，老的少的都赶过来瞧个新鲜。最引人瞩目的是一个叫阿红的女人，长得很漂亮，笑起来特别的迷人。戏台在电影院搭好了以后，当天晚上人山人海，从4面8方村里赶来看戏的人，把电影院塞得是满满当当的。看戏的、卖瓜子儿、花生汽水的、吆喝的叫好的充斥着整个影院。那天晚上我也去了，戏班子唱了黄梅戏的名曲《女驸马》，阿红扮演的就是女驸马，演得很棒。这半夜散了场，老少爷们儿在回家的路上还在议论着演女驸马的那个女人，戏唱得好，长得又漂亮。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天，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过来捧场。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冲着阿红来的，男人嘛，谁不喜欢长得漂亮的女人呢？这后来戏班子离开了，可是怪事就发生了。有一天夜里，这电影院传出了女驸马的戏声，听声音就是阿红的。这戏班子都走了，怎么还会有人在半夜唱戏呢？
第二天人们就议论起来。这一天晚上，村里的光棍高清水在家喝完酒，到朋友家去打牌，一直玩到半夜才往家回。可是赢钱了吧，这一路上就哼着女驸马的黄梅戏，快走到电影院的时候，突然从里面传来了女驸马的戏声。要怎么说，这好奇害死人呢？害死都行啊。也该他倒霉，这换成别人早就跑了，但他不但不跑，还朝着这电影院走了过去。大门没锁，轻轻地推开了门，朝着戏台的方向看了过去。第二天，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发现他死了，死在曾经搭戏台的地方。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眼睛圆睁，好像看到了什么非常恐怖的事情一样。这警察法医都来了，勘察了现场，法医确定不是他杀，是被活活给吓死的。自打那天以后，电影院呢就关门了好几天，可是每天夜里仍然会有戏声，人们开始感到害怕。这白天都在议论这件事儿，有大胆的，谁呀？电影院的售票员。我们那儿没有什么宾馆酒店什么的，他那天也是被色心蒙昏了头脑，趁老婆回了娘家，家里只有小孩，他对孩子说，到朋友家有事儿，晚上可能不回来了。安排好了家里，他约了相好，来到这电影院就幽会了。他买了些卤菜、烧鸡、花生啤酒，坐在这儿翘着二郎腿哼着歌，美滋滋的等着情人的到来。时间不知不觉已经是11点半了，这情人还没来，这心里想可能家里有事耽搁了，要晚点的过来。那时候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正想着情人怎么还没来的时候，这时候传来了女驸马的戏声。这人呢，偏偏不信邪，他想肯定是有人恶作剧，于是拿着手电筒朝着这唱戏的地方就走了过去了。谁也不知道他当时看到了什么，第二天被人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和第一个一样，直挺挺的躺在地上，被活活给吓死的。这事情闹大了，后来有人请来道士，道士晚上隐藏在之前2个人出事的附近，只待后半夜戏声出现的时候，好看看究竟是有什么在作祟。半夜的时候，唱戏的声音出现，只见一个红衣的女人出现在搭戏台的地方，唱着那段女驸马。道士大喝一声，大胆女鬼，你已经死了，是阳间的人了，为什么还留在阳间，不下地府报道？这女鬼听见有人叫她，抬起头，只见惨白的脸上挂着2行血泪，怒气冲天的冲着道士喊了起来，臭道士，让你多管闲事，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都该死，该死，全都死死死！道士知道他已经化成厉鬼，据说人死后如果全身都穿红，肯定会变成厉鬼，这样的鬼呢，怨气很深，一般的阴阳先生和道士都收服不了。道士就说，前面2个人都是你杀的吧？他们与你无怨无仇，为什么要滥杀无辜？女鬼就说，这他们都该死，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看到漂亮的女的都色眯眯的，起歪脑筋。我没杀他们，只是给他们看了我死时候的样子，谁知道他们就把自己给吓死了。臭男人没一个好的，全都该死。道士就说，回头是岸，你现在自己入地府，我可以免你魂飞魄散，否则定让你永远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这时候女鬼朝着道士飞了过来，这长长的头发飘在半空，盯着道士说，
我要与你同归于尽，你们男人没一个好的。这道士本想给他一个机会，无奈女鬼太过凶猛，来不及多想，道士对着女鬼施展了一道符，又用八卦镜照了女鬼。女鬼被符咒击中了身上，开始冒起黑烟，落在地上，不断的挣扎，她快要消失了。道士走到她的面前就问道，说你为什么要害人？女鬼哀怨的看着道士，就说我也不想这样的，我本是安庆人，名叫阿红，自幼在戏班学黄梅戏，家里还有一个妈妈，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别人私奔了，抛弃了我们母女，我和妈妈一直相依为命，这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过得很开心。上个月戏班子就来到这儿，本想这次过后和男朋友结婚，离开戏班子，和妈妈还有丈夫过寻常百姓的生活，能一直陪在妈妈的身边。可是最后一场那天夜里结束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随戏班子回安庆。这时候班主来了，喝得醉醺醺的，上来就搂着我对我动手动脚，我没有反抗得了，让他得了逞。戏班子打杂的人呢，刚好经过看到这一幕，非但没有帮忙，还和这班主一起祸害我。事后我被他们给杀了，他们害怕暴露，就把我埋在戏台子下面。这女鬼的声音越来越弱，越来越模糊，开始渐渐的消失了。道士听了这女鬼的一番话，就说，我一定会让这些畜生得到应有的惩罚。女鬼在消失之前说了一句，我好恨。第二天警察就来了，在戏台子下面找到阿红的尸体，根据道士所提供的信息，专案组到安庆抓捕了班主他们。在事实面前，班主他们二人对这个罪行供认不讳。据说后来班主他们都被判了死刑，因为死了几个人，从此这电影院开始就慢慢的荒废了。门神第1集。孟深家里是长安城100里外温泉驿站的驿道馆长，家宅就在驿道附近的玉山村口。这几天温泉驿一带人们在流传一件骇人听闻的奇事儿。事情发生在一位名叫王云的人开的小客栈里。王云今年50岁，有一个儿子叫王正，平日里帮父亲打理生意，伺候往来客商，还算殷勤孝顺。这天傍晚，天黑之后，客栈刚打烊不久，忽然有一孤身女子前来叫门。王正开门去看，女子是一袭黄色衣裙，包着白色头巾，对王正哀求说自己是良家妇人，跟丈夫出门远到长安，前些天的时候丈夫病死在那儿，她膝下无子，只能将丈夫停殡在当地，自己回乡找家里亲人，才能够回去收敛丈夫。现在路过此地，想找个地方借宿，只是身上银钱不多，还望店家通融。王正让女子进屋，点灯细看，这女子不过20来岁，容貌生得十分美艳。王正便叫来父母，王云心善便说，天色已晚，一女子独自在外十分危险，留宿没有问题，你若害怕，可以到我妻子的房间里与她同睡。女子感恩戴德的答应，吃过东西便随着王妻入内。王妻正在灯下做着针线活，便叫那女子同坐。哪知女子的技艺精湛，不到1个时辰，2件男子的成衣便做好了，而且针脚细致，比城里的裁缝都不遑多让。王妻不由对女子生出许多喜欢，就开玩笑说，
你既然没有至亲，又这么伶俐，不如留下做我儿媳妇儿好了。”没想到女子莞尔一笑：“哼，我出身命运孤苦，现在愿意听从您的安排。”王七自然是十分意外，他又觉得高兴，便出来跟王云说了。王云正愁儿子没有去接香火，于是也高兴的答应，当天晚上就让女子和王正洞房，算是成婚议定。王七特地下厨，又准备了一桌饭菜，让儿子和新媳妇儿吃过，又喝了合卺酒。入洞房前，女子告诫王家人说，听说最近这一带很多盗贼，要把房门上栓锁好。这王正喜滋滋的答应，王云夫妇俩也关好门睡觉。然而睡到后半夜，王七却梦到王正披头散发跪在床前，哭泣着说：“母亲，咱家没贴门神，鬼怪进来了，孩儿要被吃尽了。”这王七被一下惊醒，觉得心跳的厉害，便叫醒王云，讲了此事后，又说要去儿子房间看看。他点亮一座烛台，举着烛火走到儿子的房间，贴在门上静听了一会儿，里面没有任何声音。他又喊2声儿子的名字，还是死一样的宁静。王七顿感不妙，连忙喊来王云，2人合力撞开房门。只见房间里蜡烛还没有熄灭，一团黑色长毛怪物伏在一滩新鲜的血液和衣服上，看有人闯入，便发出一声呼啸，从窗户跳了出去。而可怜的王正已经剩下一地散落的骨架和头发，刚得到的新媳妇儿也不知去向。王家夫妇当场就晕了过去，醒来后哭天喊地，引来周围的邻居，有人去报了官府。孟深就是这样知道这件事儿的。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有人说是野兽从窗户跑进屋子，把王正吃掉了，并且掳走了心腹。更有人说，那来历不明的女子本身就是披着人皮的妖怪，她用美色和法术蒙蔽王家3口，不然她为何会进屋前就叫大家关好门？还不是为了不受打扰的吃人吗？要不是王七梦到儿子哭诉惊醒，等那怪物吃完儿子，恐怕还会吃掉那夫妇呢。这事儿不久便是寒食节，孟深的母亲孟李氏要到附近的庄子上为祖辈祭祀打扫，供奉水饭。家丁雇来牛车，孟深觉得不放心，便自告奋勇带上佩刀送母亲出门。孟深和孟母一早出了门，走到午后，才在一处叫徐家坡的山坡停下，小憩片刻。孟深正服侍着母亲吃些糕点，忽然听到不知何处传来一阵细微的哭声。原来在道左一丛灌木后，有一座新起的坟茔，坟前跪立着一位素缟白衣的年轻美貌女子，正在那儿嘤嘤哭泣着，扶风若柳般的身子仿佛不堪重负，随时就要倒下。孟母是个心善之人，便遣丫鬟过去询问。那女子也是知礼数的，赶紧过来请安。自道因丈夫得病心丧，家乡也无亲人可投，祭拜时想到自己此后孤苦无依，没有平依之所，才忍不住悲从中来，想不到冲撞了贵府夫人。孟母听他说的可怜，不由动了恻隐之心，就说：“看你也是个知书有礼节的人，若真的孤苦无依，不妨跟随我做个婢女，这样终归有个去处。”那女子感激涕零，跪拜下去，说了一些甘愿跟随夫人以身相报的话，
孟深在一旁静观不语。孟母的车里只随车一个丫鬟倒还宽敞，便让女子也一同上车乘坐。这天晚上到了李家庄，孟家一行人便被安排住在娘家清扫好的一处房屋内。然而车在大门外停住，女子下车时忽然抬头看到门前悬挂的神荼玉律2位门神的木牌，立刻吓得面色惨白地躲回车里。孟母惊讶地询问，他才梨花带雨地窃窃说，他在乡下从没有人张挂这种凶神恶煞的门神，刚才乍一看到竟一时吓得三魂不见七魄，真是对不住夫人。孟母知道这是小事儿，叫人把那门神的木牌翻转过去，看不到便可。那女子看到门神被翻转过去，马上是乐得眉开眼笑，一直鞍前马后的殷勤的侍奉着孟母，讨得孟母甚是欢喜。夜里就让女子和她那个贴身丫鬟同睡一屋，说好第二日一早备齐果蔬贡品前去祖坟祭拜。然而第二天起来，只有那女子走出房门忙碌梳洗。孟母奇怪地询问，女子便说夜里丫鬟得了伤寒急症，这会儿正捂在被子里发冷发汗，夫人不要去探望，以免被病传染。一边说着还作势端着一盆热水进屋，像去照顾那丫鬟饮用似的。孟母一听也不多问了，因忙着寒食祭扫之事，便带上其他的家丁和女子一块出了门。而孟深却觉得事有蹊跷，参加祭祖时他便找个借口提前1个时辰回来，到丫鬟和女子所住的房间外面倾听，那里并无声音，反倒有一阵诡异的血腥味飘出来。心中觉得不好，破门而入，就看到床上一大滩的血迹，丫鬟只剩下一套衣服和一堆长发碎骨被扔在被褥中。他顿时明白，那女子很可能就是前些时日吃掉王正的妖物，同样是化身年轻的孤女，博取人们的善心的伎俩，现在居然被他家给撞上了。他想立刻冲过去当众揭穿女妖的阴谋，但随即又顾虑到跟他在一起的母亲的安危，于是沉住气，决定想个计策，在不惊到母亲的前提下，更安全地解决这只妖怪。正苦恼之际，他在母亲家族中正好有2个与自己岁数差不多的姨表兄弟过来找他，他们也都是自幼练武的好男儿，孟深便寻求他们的帮助。听到孟深所述的事情，又去看丫鬟的尸骸，2个年轻人都觉得十分诡异，但铮铮男儿不畏险恶，他们便自觉应该为民除害。祭扫的长辈很快回来，一个年长的表兄说，家祠里的太公修道多年，不妨去问问他。孟深听从表兄的话，跑到宗祠去找那位太公。据说他今年已经101岁了，年少时就入得终南山，跟随隐士的道士修行数十年，后来只因尘缘未了，下山回来娶妻生子，但平日里极少见生人的。孟深前去说明来意，太公闭目寻思半晌，又掐指算计过，便说，那是一只修行100年的木豺狼妖，凭借在坟中心死的女子作为人身，但其不思修行正果，居然作恶行凶至此。但你们都是凡人，无法与他正面争斗，只需将他驱走便是。说罢，拿出一块木符，上面用朱砂刻画着符咒，说届时用木符击打他，便可显出原形。
孟深得到提示，欢天喜地归来，与表兄弟紧锣密鼓的合计一番。孟深结合昨日所见说，那食人妖鬼似乎很害怕门神，而神荼玉律的门神正是捉拿妖鬼的神仙，我们不妨利用门神的力量。由此拟定计划，又去找来一张坚韧的大网安排好。傍晚，孟母一行人回来，孟深等少年公子也装作在外面踏青游玩刚刚回来的样子。两伙人在大门外不期而遇，孟深搀扶母亲下车，随伺候在母亲身旁一直不离的女子忽然看到大门上翻转过去的门神牌子又被端正过来，便又吓得抱头蜷缩在车轮底下。孟母觉得诧异，孟深连忙安慰母亲，让她赶紧进屋，这里他来料理。与此同时，他从衣服中拿出太公交语的木符扔到女子身上，那女子果然发出被灼伤的惨叫声。众多不明真相的家丁都被吓坏，旁边的孟深看太公教授的方法奏效，立刻拔出腰间佩刀，预备妖物反抗的时候好进行抵御。但那女子一双金光暴露凶目，将人们扫视一遍，像一只野兽般猛地跳起，冲出人群，转眼就逃出包围，不见了踪影。孟深想要追赶，但担心家人安危，只得先回去向母亲禀明一切。母亲得知贴身丫鬟无故惨死，又难过又害怕，让孟深再去询问族中太公，若那女子记恨返回怎么办？孟深又去祠堂找到太公，太公捻着胡须笑道：神荼玉律两位神仙每日巡视人间，这鬼物已经暴露行踪，神仙自会抓拿，凡人不需担忧了。孟深将信将疑回到家中，想不到夜里下起春雷大雨，第二天云歇雨住，人们发现李家庄外一棵老树被霹雳劈开，树中有一副死去许久的女子尸身，旁边还有一只劈死的豺狼。一按看果然是母的，众人惊叹，原来事情真如太公所料，无差。三道像第一集。三道像在山村指的是三道盘山而修的山路，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日不过三象，夜不过三岗的古老谚语。而一些想要出山的山里年轻人，离奇的在三道像失踪的事件，也给三道像蒙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一些老人也神情严肃地告诉年轻人，三道像有鬼。王峰是来自大城市的年轻人，不安分守己的他想靠着自己闯荡出一番事业。由于今年药材价格飙升，于是他做起了药材贩子，跋山到穷乡僻壤收集珍稀药材。这盛夏的一天，王峰到了一个名叫杨家屯的山村。山村坐落在山顶，大多数砍柴人都积攒了很多药材。村长叫杨春水，一个60多岁的老人。这山里人呐，很客气，于是王峰可以说是满载而归。眼看着天色不早了，王峰便打算整理好药材，回到城里卖个好价钱。而杨春水却咳嗽几声，压低声音说道：哎，年轻人呐，你住一晚，明天再走吧，我们这里的三道像有问题啊。这没等着村长说完，王峰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夜宿山村、半夜杀人夺财的故事，他听得多了。哎呀，老人家，我必须要早点回去，不然呢就会耽误回城里的班车了。哎，你们给我找个农用车带我下山吧，我给200块钱路费。王峰小声的对杨春水老人说道：“爹，我送他吧，给钱不要白不要。”原来是杨春水的儿子杨大忠。这对山里人而言呢，200块钱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正当大忠急急忙忙的把一辆农用3轮车推出来的时候，杨春水老人狠狠的把烟袋摔到地上。老人咳嗽几声，涨红了脸对儿子吼道：“你个孬种，你知道3道巷吗？你找死是吧？不要命了！爹，你别和疯了一样神神叨叨的，别让人笑话了。我今天还就不信这个邪了，3道巷又怎么了？我还想见识一下呢。”这身材彪悍的杨大忠一点也不示弱。杨大忠麻利的装好药材，又把王峰推到了车厢里。这3轮车只有一个驾驶座，后面是一个封闭式的后厢，从后面可以把门锁上。王峰笑了笑：“哎，没准啊，这车是拉牲口的。”就当他在想这一类笑话的时候，他突然从门缝里看到杨春水是老泪纵横。当3轮车发动的时候，杨春水见拦不着儿子，于是哽咽地说：“儿子呀，你们过第3道巷的时候，要是听到有人叫你，千万不要回答呀。”哦。而杨大忠却懒得搭理了。3轮车就像一个跳蚤，在山上是蹦蹦跳跳的就启程了。3道巷原来就是3圈盘山山路，第1圈便是第1道巷，以此类推，第3道巷便是第3圈了。而第3圈也是路程最长的圈。王峰隔着门缝看外面的风景，夕阳给山里的植物镀上了一层金色，许多不知名的虫子在路两旁乱飞。3轮车转了个弯儿，这意味着第1道巷已经过去了，路两边还是单调的景物。什么呀，3道巷原来是骗人的。王峰失望地想着，而在此时3轮车就抛锚了。王峰屏气凝神，他听到外面大钟一边咒骂，一边拿出修理工具来修3轮车。不一会儿，这3轮车便又启程了。这一路上，也就在第2道巷上，3轮车竟反反复复坏掉了很多次。这每一次停下来以后，就听大钟修理车的声音越来越不耐烦。王峰心里就隐隐的多了一份担忧。眼看着这天色是越来越暗了，大钟修理车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终于车转过了弯了。第3道巷，过了这一道巷就到了山下了，而路边的风景却也变了。王峰看到一个个苍白色的隆起的物体从门缝一闪而过。坟包。王峰突然意识到，就在此时，哒！一次更为沉闷的声响就响了起来。这车呀，又坏了。这次呢，大钟默不作声的下车。王峰在后厢叹了口气，突然间他同时听到一个声音：“大钟！”这声音不高不低，好像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却足以让他们俩同时听到。王峰心里就慌了，他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外面的大钟或许认为是车上的王峰在喊他，于是他哎了一声。而就在大钟回答这一瞬间，咚！
啷，一个扳手就掉在地上，修车的声音就停止了。四周一片死寂，王峰忍不住就打开了车门，大钟就不见了。这周围一片坟地，天已经完全黑了。王峰努力的往远处看，他终于看到了大钟。大钟正一步一步僵直的向远方的坟地深处走去。正当王峰六神无主之际，突然间那个如同鬼魅般的声音再次响起。王峰！王峰吓得冷汗直冒。正当他伸手把车门箱关上的时候，一只冰冷的手紧紧抓着王峰的手腕。王峰拼命的挣扎着，可是那东西的力气大得惊人，整个三轮车开始摇晃起来。眼看着王峰即将被拉出车门之际，一道金光从王峰的衣服中飞出来，那只恐怖的手立刻松开了王峰。王峰赶紧把车门关上。这黑暗中，那个金色飞到他手中，原来是枚硬币。王峰随即记起几年前的事儿。那时候自己去法海寺游玩，这寺里的主持将这枚硬币开光之后，就嘱咐他日后要一直带着这枚硬币。王峰小心翼翼地捧着这枚硬币，就像是捧着一个救命的护身符，生怕它再次飞走了。那只冰冷的手不见了，或许是离开了，也许呢是藏在了暗处，等待下一个机会。这眼瞧着天已经黑了，外面漆黑一片，王峰瑟缩在车的角落，是心乱如麻。夜深了，王峰无法入眠，一阵急促的摩托车的声音由远及近的传来。王峰惊喜万分，他奔出三轮车，果然是一辆2人摩托车，还有2个醉醺醺的人坐在上面，一个胖子，一个瘦子。王峰看到来人，这俩人呢也很惊讶，于是王峰把这一路上听到的这个声音，还有大钟失踪的事儿都具体交代了。这瘦子听了以后顿时酒醒了半分，他向胖子喃喃道：你说是不是因为这坟地？胖子借着酒劲儿就吼道：哎呦，坟个屁呀，走走去看看。于是胖子就掏出了一个防身用的东西，向着这坟地深处就走过去了。虽然这瘦子和王峰极不情愿，但也都跟了过去。这胖子在坟地里是横冲直撞，因为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这一路上碰到了不少作为祭祀用品的杯杯盏盏，这乒乒乓乓，咔啦啦啦啦，响声吓得尾随其后的王峰还有瘦子是心惊胆战。不一会儿呢，他们便来到了坟地深处。而这个时候，一阵呻吟声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终于他们找到那个声音的来源，那是一个巨大的坟包。更让他们惊奇的是，大钟竟然紧紧贴在坟包下面，声音是大钟发出来的。他神情呆滞地望着坟包里面，双手以及胳膊已经深深地插入坟包了。与其说是插入，更不如说是整个人正在被吸进坟包。把他拉上来！这胖子发话了。于是3人分别拽着大钟的腿和腰，把他拽起来。可令人生奇的是，这大钟好像被那个坟包紧紧给吸住，他们3个不能移动大钟半寸。突然间，这坟包动了一下，一下子把大钟的头也吸进去了。顿时这瘦子尖叫起来，胖子就也醒了。3人又屁滚尿流，连滚带爬的就跑到了路边了。3个人上了摩托，胖子使劲蹬了一下，打不着火。这瘦子这个时候似乎想起了什么，破口大骂，朝着边上咔骂了一通。这骂了有1-2分钟。这个时候呢，
终于，车给发动着了，摩托车飞一般的就上山上冲了过去。约莫半个小时以后，驾驶的胖子低声说了一句“卧槽”，遇到鬼打墙了。王峰这才注意到，他们折腾了好久，又回到了原地。瘦子再一次的破口大骂，这伴随着骂声，路边传来一阵簌簌的响动。三人注意到，是一条从未见过的小路。不容多想，胖子一个转弯驶向小路，终于顺着这条小路，三人由山脚来到了山腰。这足以说明这条路是正确的。坟包转向了！眼尖的瘦子喊道。顺着瘦子的指向，王峰看到山下的那一片坟包整整齐齐的排成了一个十字形，甚至有些坟包周围出现了一些忽明忽暗的影子。又过了半个小时，三人终于回到了山上。这到了山上以后，胖子不容王峰多说，立刻把王峰就关到了一间房间里，说责任全在于你。胖子一本正经的对王峰说，然后瘦子说，对呀，害得我们差点丢到了性命。王峰的是无话可说。这时候杨春水老人来了，胖子便把坟包吃人的事儿一五一十的告诉老人。老人瘫坐在地上，杨春水就瘫倒在地上，瘦子在他脸上洒了好几次水，这老人才清醒过来。等老人清醒以后，是悲天动地的大喊大叫，只是一个人在墙角暗自垂着眼泪，并不搭理这王峰。午夜到了，瘦子和胖子坐在这屋里打盹儿，老人似乎也哭累了，就这么静静的坐在角落里。这个时候，王峰突然听到外面大门打开的声音，他就想，这么晚了谁会来呢？王峰十分的不解。这时候透过窗户，王峰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高高的个子，彪悍的身形，那是大钟。只是大钟的眼睛似乎是无神的，木然的。大钟回来了！王峰喊叫一声，就惊醒了这几个人。于是春水第一个冲上去，大钟啊，你怎么了？你终于回来了。杨春水扑上去抱住了儿子，大钟木然地伸出手抱着父亲，可是双抱父亲的手却越勒越紧，只听咔咔咔，大钟手臂松开，杨春水就瘫倒在地上，老人的肋骨全部断了。大钟又迅速地向着毫无防备的胖子伸出了手，这次大钟的手很准确的就掐住了胖子的脖子，顿时这胖子被掐成了猪肝脸。这瘦子还算清醒，迅速拿出一个棒子，照着大钟的头上腿上康康康康康就几棒子下去。但是呢，这伤口却只是一些淡淡的血水流出来，丝毫没能阻止大钟。瘦子的手都抖了。这接着又是一棒子，正打中大钟的左眼。大钟的脸上炸开了一朵血红的香花，仍然向着瘦子一步步的挪过去。瘦子瘫倒在地上，也没能逃得过大钟。现在只剩下王峰了，他只盼着这手腕粗的栅栏能够阻挡大钟。而神情呆滞的大钟稍微一用力，栏杆应声断裂。王峰闭上眼睛，这一刻他甚至有点羡慕瘦子他们。等大钟的鼻息喷到自己脸上的一刻，自己身上一道金光飞出，正是那一枚开光的金币。大钟身上也飞出一道蓝光，两种光相互碰撞了许久。等王峰再睁开眼睛，亮光已经消失了。这时候他发现硬币已经被灼烧的漆黑如炭，而此时的大钟已经倒在地上，身上的伤口一起喷涌出了大量的黑色鲜血。2天以后，王峰回到城里。从此以后，王峰沉默寡言了。他回到城市里，安安心心的做了一个上班族，再也没有收过药材。
而至于三道巷的传闻，却一直在大山里久久的流传着。多重身体第1集。一栋名为丰都旅馆的古典建筑风格的大厅内，零零星星的坐了一些社会上的名流人士。每到周末，这家旅馆就会邀请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为客人讲述一个他亲身经历过的怪诞故事。大厅内的风格十分古朴，墙壁上是金属质地的壁灯，油画般的黄色灯浓浓的扩散着。举止怪异的老板和老板娘携手上台，二人笑容一致，对大厅内所有的客人齐声道：欢迎各位光临丰都旅馆。我知道你为我做的改变，也清楚你的付出，只是我们并不合适，我们还是分手吧。想到这句绝情的话，想到他惺惺作态的模样，石从华把牙一咬得咯咯作响。贱货，哪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只是他找到了更加年轻更富有的男人，要把自己一脚踹开而已。石崇华眼中闪着一股无法遏制的怒火，他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汽车的方向盘上。苍蓝色的宝马车发出一声惨烈的嘶鸣，猛然转向，朝着停车场的白墙疯狂撞去，一场车祸即将发生。一阵慌乱之后，石崇华及时挂上了倒档，车胎猛地向后飞转，停车场内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砰！车后面传来撞击声，好像有人像一块猪肉被用力地甩到砧板上。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男人躺在车后，他的工作牌上印着刘志达3个字。他脸色煞白，一边身子不听使唤的乱抖，另一边却一动不动。这种不协调感就像是两边身子各属于2个不同的人。石崇华急得满头大汗，你没事吧？他脑内一团乱麻，我送你去医院吧。我不需要。他挣扎着回答，我没事，我很快就能站起来，你走吧。出乎石崇华的预料，伤者竟然拒绝救助。我还是送你去医院看看吧。石崇华见他站都站不起来的这副样子，好心地说，他并不想落下肇事逃逸、害人性命这样的罪名。伤者见石崇华执意要带自己去医院，居然有些生气。我都说了，我没事。话音未落，一股嫣红的鲜血从他的嘴巴里喷出来，染红了蓝色的前襟。我的爷爷，你这根本不是没事的样子呀！石崇华被吓得两脚发抖，还不快走是吧？你是一定要我和你钱，让你下半辈子都供养我吗？你是想要我这样满足你？来人，要杀人！别喊，我走还不行吗？石崇华忙爬上车，将车驾驶出了停车场。夜风凄切，石崇华感到了深深的不妥。伤者的反常行为，难道是有人故意要伤害他？那么这一走，正中了小人的下怀。苦思冥想以后，他联系了远在美国的好友杜赫。你有空吗？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他急需一个人同他商量，给他指出一条明路。好友杜赫博闻强识，涉猎甚广，素来有百事通之名。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在面临重大抉择时，他总能帮着石崇华。问题刚发过去，杜赫就回了：有空，你有什么事你直接问。
我有一个朋友，一个不认识的朋友，他开车撞到了一个人，那人已经吐血了，但是仍说自己没事，叫我朋友快走。依你看，我那朋友该怎么办呢？半分钟后，杜赫给出了答案。没有明显外伤，但是伤者吐血了，这很可能是内脏破碎导致内出血。那这类出血呢，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伤者极易死亡。还是劝你朋友把那人送医院吧。如果就那么走了，伤者一死，你朋友跳进黄河都很难洗清啊。你朋友甚至会面临过失杀人的指控。看完杜赫的回复，石崇华久久不语。他驾车在路上不停地兜转，考虑再三。他一打方向盘，返回了酒店的地下停车场。苍白的灯光下，停车场显得空空荡荡，阴影中像是蛰伏了无数的鬼魅。车辆现场离奇的消失了，刘志达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地上的血迹也被清理掉了，连自己急转弯和刹车的轮印都淡了许多。门卫说他没有听过有人被送医院，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伤者。水龙头哗哗直响，石崇华把冷水泼到自己脸上。难道今夜的事是自己的一场梦？不，撞击声和血的颜色那么真实，那一切绝对是真的。可是伤者呢？他去哪里了？自己又该怎么办？是谁做了匪夷所思的一切呢？接下来的半个月，石崇华一直盯着网络和电视，他怕有一天突然出现一篇报道，说在某地发现一具因车祸重伤而死的尸体，警察顺藤摸瓜找上自己，那么这个叫石崇华的人就毁了。他也怕有人拿这件事要挟自己，直到自己死也难以解脱。这件事像一条缠绕在他脖子上的绳索，时间将他慢慢的勒紧，让石崇华透不过气来。门铃响了。您的快递。门外的声音有些耳熟。透过猫眼，石崇华感到自己脆弱的神经在慢慢的撕碎。那个快递员长得和刘志达一模一样。在阳光的斜照下，他的脸一明一暗，显得分外诡异。他来找自己了。石崇华没有开门，而是拨通了酒店的电话。酒店的回复很简单，确实有一个叫刘志达的员工，但他在半个月前就失踪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快递员还在门外等着。有人吗？收快递。他一遍遍地按着门铃，门铃尖锐的声音一声声地击打在石崇华的心上。他抱着头躲在鞋柜后瑟瑟发抖，不敢发出丝毫的声音。快走吧，不要再来找自己了。石崇华在心底默默地祈祷。大约10分钟以后，门外重新归于寂静。石崇华壮着胆子透过猫眼窥视着外面。快递员终于走了，他连忙简单的收拾下行李，加速再加速离开这里。石崇华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夜悄无声息的降临，他打开车窗，让夜风刺骨的吹进来。比起打瞌睡出车祸，他更愿意冻得发抖。车子在高速路上划出一条弧线。石崇华驾车缓缓地驶入前面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员用熟悉的声音说：“您好，请交40块钱过路费。”石崇华递过去一张50元，然后他愣住了。收费站的收费员也和刘志达长得一模一样。石崇华仔细地看了看他的胸牌，牌子上印着的亦是刘志达。不可能，
他从家里出来直奔这儿，除非刘志达会飞，不然他绝不可能赶在他的前面。难道有2个刘志达？想起刘志达倒在自己车后的惨状，石崇华突然想到，也许不止1个刘志达。您的零钱？不要了，不要了。石崇华连连摆手，使出了收费站。哥们儿，我撞鬼了。今天在2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同样的人，他们说话声音和名字都一模一样。石崇华联系了杜贺。你确定不是双胞胎？双胞胎也不可能是同一个名字啊。杜贺谜一般的沉默了。过了几分钟，他发来一条消息：难道是2重身？2重身就是2个一模一样的人，他们是同一个人，却又是2个单独的个体。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可能有2重身，多数情况下自己才能看到自己的2重身，当然也曾经出现过目击他人2重身的报道。不过只要是看到2重身，就是不祥的征兆。据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临终前称自己看到另一个自己，说完以后他就死了。出了那样的事情，石崇华就觉得离开这个城市也不会有什么用。他又掉头回到了城里。天色渐明，灰蒙蒙的天空，东方渐渐地露出了一圈鱼肚白。城市的轮廓在晨曦下变得清晰起来，鱼肚白越来越红，新日跃出地平线，发出了刺眼的光，明晃晃的光闪花了石崇华的眼睛。恍惚中，他觉得太阳仿佛一张人脸，那是刘志达的脸。石崇华怕会出现一群刘志达，怕他们会报复自己，怕眼前发生的一切，怕得不敢回家。他找了家旅馆住下。躺在旅馆并不舒服的床上，折腾了一夜的石崇华闭上眼睛睡着了。没有打扰，没有做梦，他甜甜的睡了一觉，从早晨睡到黄昏，直到饥饿将他叫醒。算起来，他已经有将近20小时水米未进了。他从自动存款机上取了点钱，走进了一家超市。在超市里，他全身的血液又一次差一点冻结。世界真的很小，小到不可思议，某些东西总是如影随形。那个戴着红帽子的收银员又是另一个刘志达。石崇华把差点跳出喉咙的尖叫塞回肚子，悄悄地丢了购物袋，逃出了超市。他确定那个刘志达没有发现自己。回到旅馆，他拿楼下小卖部买来的泡面和果汁充当了晚餐。说要去查资料的杜贺还没有回消息。大洋彼岸应该也是早晨了。石崇华给杜贺发去了他最新的发现。哥们儿，那不是2重身，而是多重身。我又在超市见到一个，超市的职工表上也标着刘志达这3个字。我想一共有3个一模一样的刘志达，当然也可能是4个。直觉告诉我，我见到的第一个刘志达已经死了。当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被我的车撞得飞起来近2米高，而且他躺在地上抽动的样子，让我想起了马路上被车压死的小猫小狗。他8成是死了，算上那个死的，应该是4个刘志达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石崇华把心里的话全发过去，等着杜贺的回复。石崇华无事可做，他在房间里不停地兜着圈子，像是表针一样一圈又一圈，心中纷乱如麻。一滩滩血迹，一张张人脸交错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转了200来圈后，他的手机终于叮咚响了一下，杜贺回消息了。朋友，看到你的消息实在是很震惊。我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你已经疯了，你应当尽快赶到医院。当你第一次联系我说你一个朋友被卷入了车祸当中，我就开始怀疑所谓的朋友
指的就是你自己。就在刚才的消息里，你已经不打自招了，是你撞死了刘志达，然后罪恶感和恐惧感开始侵蚀你的心灵，让你做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大梦。不对，我没有疯。石崇华喃喃自语道，他气得将手机丢出去。那只苹果手机在床头柜上磕了一下，静静地躺在了地板上。3分钟以后，手机又响了一下，杜赫发来一条新的消息。如果一切都是真的，那事情就复杂了。我想出了4种可能。第一，你被骗了，那是一场戏，他们用了特殊的方法让你相信有那么多个刘志达，其实刘志达只有一个。第二，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巧合，那些人长得一样也好，他们的名字都是刘志达也好，都是巧合。只要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它就可能发生。数学家相信给猴子足够的时间，它能在打字机上打出莎士比亚全集。第3种，有人克隆了一群刘志达，并把他们投放到社会上，考量他们的能力。你不过是运气差，恰好碰到了他们。第4，平行世界。世界可能不止一个，每个世界里都有一个刘志达。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一个微观粒子它的运动是不连续的，它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这只是概率的问题。对人类来说，电子处于微观世界，对宇宙来说，地球说不定都是微观的，更别提是人了。所以他们恰好在这一个世界同时出现了，而你只是个观测者。过度的博闻强识让杜赫的思维走得太远，他的长篇大论不但没有解决石崇华的疑问，反而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了。随后整整1个星期，石崇华既没有回家，也没有去上班。公司领导打来电话询问，石崇华谎称自己重病卧床，他说的煞有介事，领导信了，大发慈悲给他批了病假。石崇华当然没有卧床，他每天开着车在城市里漫无目的的转悠，希望能再找到一个刘志达的多重身。多重身的事像是孙猴头上的金箍，牢牢地抓住了石崇华。他本就是一个神经质的人，不解开这个谜，他难以安睡。一圈又一圈，他又开始不停地兜圈了。杜赫提出的4种可能虽然玄乎，但也给石崇华提供了一些思路。后2个可能已经成为了科幻片，石崇华决定放弃他们，他要做的就是验证前2种可能性。哥们儿，我知道你怀疑我疯了。石崇华再度给杜赫发信息，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我清楚的知道自己没有疯。如果你还念及往日的友情，那就再给我一些帮助吧。我知道你神通广大，有不少朋友，动用你的人脉替我查点事情。我想知道悦来酒店清洁工刘志达、海雍高速收费员刘志达、万宏超市收银员刘志达，还有顺通快递的快递员刘志达，这4个人的医保社保信息。石崇华发完消息，穿上外套走出了旅馆。万宏超市是本地最大的连锁超市，这条街上自然也有。上次石崇华就是从那里狼狈逃出来的。他绕到超市后面，看见一个经理正在组织员工卸货。石崇华走了过去，给经理递上一支烟。超市生意不错哈。哎呀，确实不错，至少奖金保得住了。这么多货卖得完吗？石崇华同经理聊了起来。交谈几句以后，经理退了一步，上下打量着石崇华。兄弟，我看你也不像坏人呐，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吧，你这套话的水平啊实在是太差了。石崇华无奈的挠了挠头。被大哥看出来了，我确实有事想问。
他压低了声音，凑到经理耳边：“哎，你们那个叫刘志达的收银员，在超市工作多久了？大概半个月前，晚上11点，我车门没关，里面的东西让一个贼给偷了。我看刘志达很像那个贼啊。”经理连连摇头：“哎，刘志达绝对不可能是贼啊！他在我们员工中是出了名的踏实肯干。再说半个月前他值夜班，有监控为证，他绝对没有出去偷东西。哎，为了以防万一，大哥，你把刘志达的排班表给我看一下吧。”经理呢没有起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了起来。石崇华兴奋地眯着眼睛，他的目的达到了。石崇华花了1下午的时间，拿到了4张值班表，回到旅馆。他发现自己的房门开了，一个水电工正背对着自己，在自己的洗手间里忙活。今天出门的时候，石崇华向柜台反映过自己的房间的下水道堵了，看来他们还挺重视的。石崇华不理睬水电工，他直接拿出了充电器给手机充上电。他出去太久了，手机早就没电了。石崇华拿起4张表做对比，4个人的工作时间有大规模的重合，并且除了快递员的工作地点不确定外，其他3个地点相隔几十公里。这就证实确实了几个刘志达在不同的地点出现，也就是说，刘志达不止一个。石崇华开启了手机，开机没多久，消息提示就连成了一片。石崇华一查看，是杜鹤发来的消息。哎，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哎，我有点相信你说的话了。哎，刘志达这个身份在不同的保险公司竟有不同的单位投保了，并且同一个身份下还有多个手机号码一起使用。我又自作主张的多查了一件事儿，这个刘志达和多家单位签了劳动合同，注意，是同一个刘志达。我相信这个人身份下不只有一个人。杜鹤好像显得很激动。杜鹤的调查结果证明，这么多个刘志达绝对不是同名同姓，他们是同一个刘志达。又一个疑惑解开了，但这件事情本身却越来越离奇了。突然门铃响了，石崇华走到门前问道：“是谁？”“客房服务。”石崇华毫无防备地打开门，3个刘志达在门口笑吟吟地看着他，宛如群狼打量着羔羊。石崇华的第一反应是关上门，但其中一个刘志达已经把脚伸进来卡住了门。“你们是什么人？来干什么？”他的第2个反应才是惊恐。“我们知道你在调查我们。”3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将他们串联起来，语调和表情惊人。石崇华一步步退后：“没有的事，我不认识你们。”他偷偷摸摸的想收起桌上的东西，但其中一个刘志达已经抢先抓起那些资料。他指着4张表说：“你还想狡辩吗？”石崇华住3楼，窗户就在身后几米远，他可以借助空调架安全的越窗逃出。想到这里，石崇华猛然弯腰，抓起床单就朝着那3个刘志达丢过去。白床单遮住了他们的视线，之后转身向后跑去。但当他的指尖刚触到窗台，旁边的一个人飞脚将他从窗边踢开。水电工出现在他的正面，又一个刘志达。一直待在洗手间的水电工也是刘志达中的一员。剩下的3个人摆脱床单也到了石崇华的身边，他们牢牢抓住石崇华，力量之大，像是手指要掐入石崇华的皮肉之中。“你们想干什么？”石崇华挣扎，像一只垂死的野狗。“你想要真相，我们就给你真相。”一方散发着浓烈药味的手帕捂住了石崇华的口鼻，他的身体渐渐变软，意识慢慢的模糊了。石崇华隐约记得，他先是被装进了箱子，放在了手推车上运出了旅馆，后来又被抬上了面包车，车里的司机也是刘志达。现在他再见到刘志达已经不吃惊了，
他在半梦半醒间见到父母朝自己奔来，他们的脸皮渐渐剥落，原来他们也是刘志达。他望着镜子，石春华的脸慢慢融化，最后露出的也是刘志达的脸。一瓶凉水淋到了石春华的脸上，有人呼唤他：“快醒醒！”石春华费力地睁开眼，他面前站着快递员打扮的刘志达，穿着超市制服的刘志达，水电工打扮的刘志达，司机装扮的刘志达，一共5个人。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树林，是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场所。远处传来几声夜宵的低鸣：“你们把我带来这里干什么？”“不是说了吗？给你真相，你想知道什么问吧。”5个人回答。“那么你们都是刘志达吗？”“也许吧，我们赤身裸体从空调房里醒来，都没有了记忆，全部财产就1套衣服和1份证件。在深思熟虑以后，其中1个人穿上衣服带上证件就出去工作了，他带回来了知识和钱。后来我们共用1个身份，都慢慢融入了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刘志达，又能是什么呢？有了这个身份，我们才能正常的生活。银行、医院、邮局，每个地方都需要证明，所以我们都成了刘志达。”“那我遇到的第1个刘志达呢？”“他已经死了。看到远处的灌木丛了吗？我们就把他埋在了那里。我们在那里放了块白色石头充当他的墓碑，这里很安静，他不会被打扰的，所以你杀他的事情也不会被发现。”刘志达们说出了那天晚上的事情。那个刘志达被石春华撞倒，自知活不成了，所以他执意不让石春华管他。一旦石春华把他送到医院，他重伤身死在医院，那么刘志达这个人就死了，其他5个人就会丧失身份。为了他的同伴，他必须赶走石春华。在石春华走后，他立马打电话给同伴，叫他们处理好自己的身体，销毁痕迹。都是人，有些人死后被装在锦盒里，埋入美轮美奂的陵墓；有些人死后却只能葬于荒野，连像样的墓碑都没有。石春华有些同情那个死去的刘志达。“那你们不打算替同伴报仇吗？”5人无奈的苦笑：“不，我们不会报仇，我们还有事情要做。你不会打扰我们，我们也不会打扰你。之前你与我们的种种相遇只是巧合。”他们并不打算报仇，一桩失踪案很有可能牵扯出他们，这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刘志达们只希望石春华不再调查，让他们继续平静的生活。这件事情上，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一旦石春华公开真相，他们的安稳日子就到头了。而石春华也会因杀人罪而入狱，所以什么也不干，隐瞒下去最好。“那么你们以后打算怎么办？继续这样下去吗？”他们异口同声说：“不，我们不会一直这样的，我们在等待，也在寻找我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我们长着一样的脸，为什么我们几个个体间会有奇特的感应，终有一天我们能找到一切答案的。”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奇怪的表情，像是痛苦，又像是渴望。“石先生，你沿着公路往下走几公里就能找到一个车站，我们还有事情就不送你回去了。”揭开了真相，还能活着回去，这对石春华来说再好不过了。他要回归正常的生活了，而这一切就当作一场梦，一股脑的忘却了吧。林子里静谧无声，像是被世界遗忘了一样。风乍起，掠过树间，刘志达们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脚下的落叶枯枝踩下去会发出清脆的声响，只是上面好像没有留下脚印。它们似阳光下的冰，蓦地消失了。风经过刘志达说过的灌木丛，卷起了些什么，好像是那块白石。什么白石？根本就没有白石，那只不过是一个白色的塑料袋，它现在正在半空打着旋儿。
莫听穿林打叶声，石崇华沿着陌生的公路慢慢往下走，最后他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站牌上只简单的写着居北站台4个字。过了一会儿，大巴车来了，石崇华有些吃惊，偌大的汽车内只有他一个乘客。头戴鸭舌帽的司机发动了汽车，在车子轻轻的摇晃中，石崇华靠在车窗上睡着了。戴着银灰色面具的男子长出一口气，我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宛如陶瓷般触感的面具摩挲着他高起的颧骨，他放开麦克风，向客人们深深的鞠了一躬，转身回到幕后。身穿汉服的老板同老板娘携手上台，他们二人露出笑容，对大厅内的所有客人再次说道：在此欢迎各位光临丰都旅社，还请各位稍事歇息，下次将会有新的面具人给大家带来更为离奇诡异并且是经历过的中国怪诞故事。